我们都知道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在摄影上，没有对比，没有差异。当你拍的照片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时候，可以试着利用一些技巧来让照片更有可看性。这部影片中，小蓝狐将分别针对光线、场景及手机设置3个方面，提供3种拍照时可以立即用上的对比技巧，让你的美食照更有可看性。赶快来看一下吧！在开始介绍之前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以免费获取更多最新手机拍照资讯哦。我们先粗略的搭一个普通的场景，将木纹纸平铺在桌面上，拟纹背景先夹在大型T字架后，移动到桌子后面，并依照手机取景框调整背景位置。摆放好盛装容器之后，再简单的放几颗红椒。查看一下手机萤幕中看起来的样子，若有必要，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取景框的方向、高低、位置、角度等。跟以往一样，左右各摆上一盏补光灯，对主体均匀打光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步骤，就是记得关闭室内日光灯。上周我们已经说明过日光灯对照片的影响，若还没有看过教学影片，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哦。若这时候用手机直接拍出来的照片是这样子的，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但主体也没有非常突出，视觉上比较平淡。想要让照片更有看点的话，可以先尝试第一种对比技巧。在以往的教学影片中，我们有谈到视觉关注的顺序，在同一个画面中，亮度比较高的位置会更强力的吸引我们的关注，因此我们先将右边的补光灯关闭，拿到一旁，同时稍微移动一下左边的补光灯，让光线主要照射在红椒上。若有必要，就可以利用反光板来做遮光或补光。如此一来，就可以运用光线，将你想要呈现的地方亮度提高，而其他不重要的地方亮度降低，以达到让主体更突出的效果。所有的调整都是相对的，当主体的亮度比较高时，周围的环境就会相对比较低。与一开始相比，透过调整光线照射的位置，就可以轻松达到让主体更显眼的目的了。但如果你对于光线的明亮度还没有那么敏锐，或是对于控光的技巧还不是很熟练，也可以试试看第二种对比技巧。若我们不改变光线，也可以透过调整场景来凸显主体。在以往的教学影片中，我们有简单的说明过色彩学的基础知识，若忘记了，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哦。一样回到刚刚左右均匀打光的方式，目前整个场景的色系看起来比较偏棕色及灰色，主体在这样的场景中并没有特别显眼。由于红椒本身是暖色系，若要让主体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获得关注，可以将背景换成冷色系，也就是色环上对面的颜色。与原本相比之下，同样的主体，当采用对比色时，照片所呈现的视觉张力更强烈。最后，如果你真的对于光线跟场景搭建都不是很擅长的话，那么还有最后一个方式，第3种对比技巧为：若前面2个对比技巧对你来说都有点困难的话，就可以试试看虚实对比的方式。我们先换回原本的背景。在以往的教学影片中，我们有谈到背景虚化的3个技巧，若你看过之前的教学影片，就可以完全理解。但这里，即便我们点选对焦在红椒上，萤幕上背景虚化的效果并不明显。最主要是因为所有的物体都位于同一焦平面上，而且物件与镜头的距离也很接近的关系。若无法利用物理特性来产生虚化效果，就只能透过手机软体的智慧运算来达成。若你的手机可以透过智慧运算产生不同的光圈效果，即便手机硬体上受限，一样可以达到背景虚化。若你的手机跟小蓝狐用的手机一样没有这个功能，就只能透过后期修图来产生。我们比较一下利用手机修图后所产生的虚化样貌，以后当你拍照时，就可以运用这3种对比技巧，让照片更进阶哦。在家用手机就能拍，你学会了吗？若在拍照上有任何问题或关于道具的安排，可以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整理好之后拍成教学影片回复哦。拍照并不难，记得试试看。